向一完全失联，现在只有西边，还有可能突围出去。还剩多少兵马？大约不到3万。只要王爷把儿郎们带回来，即便败了，我也绝不会落井下石，多说半句不中听的话。守城队伍，突围。是。往西撤！将军，秦陵说冲出了主城向西。大约又近1个时辰了。没关系，他越不过西面的飞山营，就只能朝向这里折返。你为什么不主动迎击呢？我们留些时间给这秦陵朔收整残部，岂不是更好？王爷，不能停啊！军兵要得很紧。埋伏，快走！你真的要放他们走？黄守军主力已被斩落，拿不拿秦陵朔这颗人头，对我大梁而言没什么区别。秦陵朔虽然惨败而归，可他毕竟还是大禹的一品亲王，在朝中根基犹存。我可不想把他连根拔除，让他软硬的日子太好过。走，撤，撤！内斗，制衡。原来你不是不懂这些。老夫年过半百，自认也是开过眼界的，可是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白昼如夜，更没有见过
像你这样胆大妄为、藐视君威的下臣。看来荀大人是不打算再行宣旨了。现在这北境，星云满地，血光把日头都遮住了，可见在你眼中，既没有先帝，更没有陛下，这只宣与不宣，又有什么区别？荀大人明说吧，你想要怎么样？里头还没谈完。是，朝堂上的事我不懂，可宁关这一战明明是事出有因，我想将军这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吧？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没关系的，只要京城有老王爷在，谁还能把平京怎么样？啊！大梁自有大梁的法律，一条一条朝朝在目。怀化将军所犯罪名，朝廷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并非我想要怎样。明白了，你想要我回京受审？唐陵二公子身份尊贵，老夫自然是无权所拿。那你是自己回京呢，还是带老夫回京再请谕旨？为陛下将来计，这件事情终究要有个了断，不用麻烦荀大人来回奔波。等我处理好军中之事，我自己回去。不是老夫不愿意相信将军的承诺，即便要等，也得给个大约的时日吧。1个月。好，就等你1个月。对了，怀化将军，以我大梁军制，将军回京，总限400人，可带100人随行入城，300人驻扎城外，不能再多了。这个规矩我懂。我知道你懂，只是有今日之事为鉴，我多说上一句，没什么坏处。哼。姑娘，杜大夫，是又有伤者进城了，那走吧。不是的，营中的军医还忙得过来，也没有危重的病人需要姑娘去处置，您不用过去。那你找我是？我刚听说，二公子可能有大麻烦。我知道姑娘担心二公子，可是京城来的首辅大人还在，又是前线军营，姑娘此时过去，恐怕不太妥当。我不是要去他那边。那，麻烦杜大夫帮我收一下行李，我要去趟狼牙山。老王爷，该吃药了。哎呀！老王爷，您怎么跑出来了？哎，
有今日的军报吗？这朔日刚过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消息总得要传报几日。老王爷，等您的病医好，这军报也就入京了。走吧，回去，咱趁热把药喝了啊。是啊。参见陛下，已是未时，臣特来护送陛下上朝。上朝？朕不去了。上不上朝有意义吗？说来说去，还不都是同一件事吗？母后，哀家也知道皇儿辛苦，但既然身负天下之重，又怎么能不上朝呢？平津。怀化将军他是什么人，朕很清楚。他既然如此行事，自然有他的理由。这还没有回京辩解呢，内阁就送上来这么多弹劾的奏本，告诉他们，朕一点都不想看。萧平津抗旨不接，踩的是皇儿的颜面；丧妻兴兵，冒犯的更是先帝的在天之灵。此等罪行，人神共怒，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什么罪行啊？北境打的难道不是一场大胜仗吗？朕不明白，这么多份奏本，怎么没有一个为平津哥哥求情的？陛下所言甚是，京城到边关路途遥遥，说抗旨只是一面之词，难说其中。没有误会，在怀化将军回京自辩前，长林老王爷身为辅政重臣，尚未发一言，朝堂间却误议汹汹，如同已经定罪一般。臣总觉得有些不妥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抗旨逆军都不算有罪了，难道还要等他谋反不成？微臣的意思是，不论是非如何，臣是打算给怀化将军求情的。不知陛下为什么没有接到微臣的奏本？巡卿上奏了。荀飞展，你别忘了自己的宗族姓氏。你到底是皇上的臣属，还是他长陵王府的家奴？母后。
堂兄，太后已困于心魔，无法自拔。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她会后悔。太后确实有些急躁，但就事论事，陛下虽然年少，可这圣旨毕竟是圣旨啊。若是这次就这样过去，怕的是将来群臣效仿，皇家的威严荡然无存。据安儿在娘娘身边得知，自上次北境传来异报后，许多朝臣惊骇激愤，也并不都是假的。可这一步，究竟又是谁逼的？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一道旨意，从始至终就不应该出境。妹妹，你告诉我，异报传到之后，太后究竟召见了哪些人？北境之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姑娘匆匆赶来，有什么要问的？老阁主能断天下疑难，请问平津当前困局，有何破解之法？天下之道，贵在顺其自然；为人之道，贵在无愧本心。琅琊阁旁观世间冷暖，不达朝堂之事。琅琊阁不达朝堂之事，这个规矩灵犀明白。但是对于老阁主而言，平津终究与他人不同啊。灵犀恳请老阁主帮平津解开这个困局。是啊，这孩子自然与他人不同。所以说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只要琅琊阁在，就是他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。老阁主真的下定决心，不插手此事吗？你真的以为长陵王府的事需要我插手吗？萧庭生并非寻常之人，生于忧患，师从高手，自幼聪慧，喜好读书。在朝堂上该如何收揽权柄，如何把控朝臣，你以为以他的能力是学不会，还是做不到啊？志不在此，非不能也。多谢老阁主。老王爷养病的这些日子，京城已经人心大乱，太后频频召见外臣，内阁更是推波助澜。那些固执迂腐的人就不用提了，即便是真心想要替平津辩解一二的，面对着抗旨逆军的罪名，没有老王爷出头，他们也不敢说些什么。老王爷，现在这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总应该有所行动吧？妃长。
纵，沙场并肩，便是血肉兄弟。无论将来这城楼上的旗号怎么变换，各位守土将士，永远是我大梁北境的长城。将军，保重！将军保重！没事。这么些时日，老王爷想必已经在朝中联络好了一批朝臣。这个朝堂，终究还是实力说了算。父王不会这么做的。老王爷不会帮你吗？凡是该我承担、该我面对的，父王自会全力支持。但你说的那些事，他不会做。撤！请起吧。世子妃既然来辞行，想必是都知道了。是。你心思单纯，就如同你的叔祖父一样，最值得信任，值得依靠。多谢老阁主。此去金陵，替我给平津带一句话：无论是对待自己，还是对待他人，只要情义不灭，尽心就好。该放手时自当放手，切莫求全责备，生了执念。晚辈谨记。侧儿要乖乖听九先生的话，知道吗？亲亲娘亲吧。真乖。九先生，那您就多担待了。来。世子妃不必客气，山间清寂，有个孩子在，添了多少乐趣。那娘亲走了。不许哭哦。走吧。不许哭哦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。侧儿还好吧？放心吧，把他交给令九了。真是难为你了。
来了。二公子，元叔。孩儿平京，参见父王。起来吧，孩子。是。宁关大捷，将20万皇属主力斩于马下，这是为父和你兄长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情。父兄以你为傲，若是先帝还在，也当以你为傲。父王，父王知道你不但身体疲累，你这心里更累。起来吧，起来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先不要急着上朝，在家里多养几日，啊？是。怎么样？首辅大人也太心急了，我这才刚回来。萧平京在北境给他自己安排了什么后路？长陵各营有什么异动？没有。没有。萧平京这1个月，忙的都是宁关大捷后的北境军务，并没有针对京城做出任何安排。你确定？是不是他们对你起了疑心，刻意的隐瞒呢？无论大人信与不信，至少在这件事情上，咱们这位长林二公子，倒真算得上是敢做敢当。说什么敢做敢当？他分明就是嚣张跋扈。就算长林世子在世，他也不敢在这样的罪名面前丝毫不露惶恐之色吧？哼，他是不是真的以为只要有王府的庇护，咱们就奈何不得他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萧平京此次进京，只带了100轻兵，王府建制也不过2000府兵而已，你还在这顾虑什么？哼！难不成真的要等他在府里歇息几日，高兴了挑个黄道吉日上朝受审？陛下的颜面还要不要了？娘娘，您是知道的，这长林的二公子跟他的兄长是大不同的，不能一概而论呢。这个时候跟长林王府硬碰，可不像数数人头那么简单呐。不过呢，娘娘有一点说的是对的，就是如何给萧平京定罪。现在朝野上下都在观望，
至少在气势上，绝不能由着老王爷的来。兄长的意思是？萧平京是戴罪之身，所以不能让他在王府里安居。却宣禁卫营的唐副统领和吴副统领觐见。看上去还挺酷的。就是啊，传他们耽误什么事儿？大统领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唐大人和吴大人刚刚被传召进宫了。今天不是他们两个当值吧？太后娘娘派出内侍，指明传召的。稀客稀客呀！孙统领先不必客气，我此来巡防营是有公事。内阁有令。奉太后娘娘懿旨及内阁军令，怀化将军萧平京回京戴罪，应另行拘押候审。还请向府内通报吧。你等着。不知道王爷病着吗？外面乱哄哄的，干什么呢？请世子妃见谅，末将等是奉了宫中与内阁的诏令。诏令是给我的吗？当然不是给世子妃的。既然不是给我的，那我一个字也不想听。你也不用再念了。世子妃无需接令，只烦请向府内通报一下就是。老王爷，或者怀化将军都可以。老王爷卧病在床，怀化将军在榻前侍疾，这是身为人子应有的孝道，不容惊扰。长林府上下听令。是。谁也不许给我进去胡乱通报。是。世子妃既不肯听诏令，又不容人通报，未免有些太不讲理了吧？讲理？这金陵城什么时候变成讲理的地方了？论理，这诏令不是给我的，我一个字也不用听。这长林府上下，自打我进门起，我就有权管束。怎么，你个外人还有异议不成啊？世子妃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如果再胡搅蛮缠，休怪末将不客气。是。这陛下年幼，心性不稳，容易受人左右。为了他以后好，这心里有话必须得给他当面说清楚。在这种时候，为父我自然应该站在你的身边。智生，行不行啊？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走了。
娘娘，请用早膳。陛下怎么样？陛下已经起身梳洗完毕，待用过早膳更衣后，便起驾去上朝听审。今日不同平日，朝阳殿的动静一定替哀家盯紧了。是。陛下，时辰已经到了。朕一直希望和黄伯父还有平清哥哥的关系能够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，但与此同时，朕又不希望他们一直拿朕当个孩子。朕已经长大了。朕和先帝一样，也是大梁朝堂的主君。这么说来，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？回陛下，今日朝堂之上必有纷争，等陛下认真听了各方所言之后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。陛下起驾！一起过去吧。今日朝堂上会有何结果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但老王爷，他肯定需要咱们。是。众爱卿平身，长陵王请坐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怀化将军与宁官捕外抗旨不接之罪，已严审多日，朝野上下误议纷纷。若长此以往，必将有损皇家威德，已不能再多姑息了。内阁有何提议？老臣恳请陛下恩准，我要当庭对怀化将军进行询问。
好，准徐首府代朕问话。谢陛下。请问怀化将军，10月朔日，在宁官堡你的军营外，你麾下兵将对下官强行阻拦，不得入内，可否属实？治军本当严谨，在没有核准身份之前，营中岂能随意出入？在荀大人亮出天子剑之后，不也就顺顺当当进来了吗？就算是如此。可随后本官千辛万苦见到了将军，出示了天子的谕旨，你是怎么说的？我请求大人延后几日，再行宣旨。君臣乃三纲之首，圣旨面前，你凭什么要求延旨？难道因为你手中握着统帅边境大军的长林军令吗？现在拿去监上，等王爷下朝刚好服用。是。按你说的去做了。你和平清一向没怎么说话吗？回京之后，他的烦心事也多，我也一直有意躲着他。你们见面本来就少，为什么还要躲着呢？这2年，他失去的人太多了，我怕他追问我老王爷的病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你的意思是，父王他……我还以为父王他能够活到100岁。荀大人，要抗击黄蜀军主力南下，需要调动多少兵力，耗费多少军资，你心里可曾有数？大战之前，各营之间的联动调度一旦被临时打乱，我北境防线会有多危险？您清楚吗？臣相信陛下，如果陛下事先知道，一定不会颁下那道旨意，是不是？朕的确是不大知道。启禀陛下，臣以为怀化将军此番变节完全是倒果为因。将军大人，据下官所知，敌军主力南下，难道不是你特意安排、故意放进来的吗？齐大人是兵部侍郎。晋尚书，老王爷，本王想知道刚才那句话，是你们兵部的结论吗？兵部
未曾就宁关之战有过何意，这应该是齐侍郎自己的见解吧？齐大人这是想推翻巡守府原定的罪名，指控怀化将军叛国了。老王爷，下官并无此意，只是查看了相关军报后发现，从时间上看，怀化将军兵力调整、军资调拨在前，敌军主力入境在后。战事之初，长林军分明可以在墨山以南连营截击黄蜀军，却偏偏要诱敌南下，直入宁州，事先还特意撤空了好几座边城的军民。陛下，这些个举动桩桩件件都表明，怀化将军这是要刻意挑起一场大战，而并非只是抗击防御。原来在你齐大人眼里，我边境作战没有谋略，没有任何兵法，双方只能紧守着一条线，面对面互相乱砍，是不是？娘娘，有首府大人在，自然万事周全。娘娘，您还担心什么呢？虽说兄长暗中调派了东湖羽林在城外守候，可那毕竟是长陵王府啊，哀家怎么可能不担心？话虽如此，如果在朝堂上解决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又愿意闹得京城里满目血光呢？若论兵力，调来的东湖羽林比长陵亲卫多出3、4倍。可兄长也说了，不是数数人头这么简单。奴婢还是觉得娘娘多虑了。娘娘，你想啊，有先帝情分在，还有陛下在朝堂上坐镇，怎么也不会到那一步的。陛下，今日殿上所询问的不是长陵军的兵法吧？也不是怀化将军如何排兵布阵。我只想问一句话：圣旨当前，怀化将军，你是否明言拒不接旨？是。下官曾经苦苦相劝，小以利害，万不得已才强行宣旨。可是怀化将军置若罔闻，非要出门迎战，是与不是？是。如此看来，陛下，怀化将军只要当庭承认抗旨逆军、不敬先帝的罪名了。旨意上说，陛下梦见了先帝。朕算是吧。先帝一生温厚，广施仁政。他若知道天赐良机，可解北境连年边患，陛下觉得他真的会阻拦吗？先帝的英灵，只有陛下才能感应，岂容你无端臆测？微臣承认不愿接旨，但臣绝不承认有任何不忠不义之心。在这宫城大殿之上站着的，都是云端之人。也许在诸位心中，只要北境防线不破，不会危及帝都，那么敌军主力无论是被歼还是退去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，在那千里之外，在你们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地方，那里有几10万的守土将士和边城百姓。难道他们
不是我大梁的子民了吗？难道他们的生死安危就完全不值得一提了吗？怀化将军，当着满朝的文武，你的意图已经十分的清楚了。只要陛下的旨意不合你的心意，你就拒不接受。你这不是忠良，你这是狂妄。如果一切都按照你的对错为对错，按照你的是非为是非，那谁是天下之主？陛下年少，掌朝的时间要很长。如果陛下的旨意不合你的心意，难道你还要把陛下罢黜了不成？荀首府此言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说老王爷放言要废了陛下？是啊，老王爷那句话一出口，满殿的人都给吓呆了。娘娘，然后呢？奴婢听着话音不对，就赶紧过来给娘娘报信。这后头奴婢也不知道了。还蠢货，还不继续去探听？是。哎呀，别磕了，别磕了，快去啊！娘娘，娘娘。陛下，老臣受先帝所托，扶植陛下。有些话，老臣要是不讲，怕是再也没有其他人敢对陛下食言了。皇伯父，请指教。臣若是威权过重，无法约束，倒也的确可能危及主君。由此加以防范，似乎看来也没有什么大事。
陛下可否知道北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吗？听说要改换江山了。这把龙椅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。自古以来，并没有什么千秋万代一成不变，所以为君者要想到将来，就要时时心怀忧惧。老臣希望陛下明白，越是心怀忧惧，越要胸怀万民。这朝堂制衡固然重要，但是归根结底，无论拥有多少手段、多少智谋，最关键的还是为君者自己。你必须要坐得稳，镇得住。父王，皇伯父，老王爷，王爷，父王，快传太医！父王，这些话本该陛下长大了之后再说才更合适。只怪老臣无能，今日能站在这朝堂上，实属不易，恐怕等不了这一天了。父王。身为长林主帅，宁关之战，并非怀化将军一人所为。从事情的筹措，本王已然全程了解。至于结果，诸多波折，诸位大人想必已经全听清楚了。事实和结果都摆在那里。无需平津再多辩白。宣大人一向辛苦，就不要再费心试探我父子二人的底线了。本王还是那句话。我长林王府无人恋战权位。父王，老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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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爷，父王，王爷。加枕头，足下放暖和。好，快，多叫几个人过来。好，快来人！好了吗？皇儿，你不能。母后，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高福，朕的太医呢？
真的太医都去了吗？回陛下，太医令亲自带着人，已经尽快赶过去了。好。皇儿啊，太后娘娘，就让陛下缓一缓吧。老爷，你马上赶到长林王府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你就守在门口。不管里面有什么动静，我要立刻知道。是，老爷。姑娘，告诉我，我还有时间吗？父王，侧儿在回来的路上。侧儿。三弟当年没能活着回到你们母女身边，你怪你大伯吗？为师什么都没说过。人老了，越是久远的事情，越记得清楚。你看看他。你看看他，长得多像他父亲。我父亲是沙场阵亡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老王爷，就连我母亲也没有过。她只是太伤心了。他不希望你像他一样，是吗？唉，但是最终，你还是免不了要为这个伤心，是吧，孩子？人但凡有心，又岂能不伤呢？但凡有心，又岂能不伤呢？这话说得多好！请。公子，美丽，美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听说。多大？11岁。
消息平生回家了。陛下，虽然悲痛，但是一件事情归一件事情，对怀化将军的处置，必须要有定论。老王爷不是也希望陛下对事情要自己拿捏得稳吗？朕决定褫夺萧平京、怀化将军之位，授其兵权，诏令离京守孝。就这样，陛下能够把朝政和私情分开，我想老王爷在天有灵，也会感到欣慰的。陛下心里一定明白，朝野上下之所以纷纷上奏要求严惩，道理很简单，那就是何人、何事、何时兵权，绝不。拿掉了他手中的兵权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朝野上下再多的人偏向他，也说不出什么来了。可是萧平京犯的是抗旨逆军的大罪，就这么雷声大雨点小的放过去了不成？如此一来，皇家颜面何在？只要撤裁了长林军的编制，遣散了他麾下的旧部，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，何必不留有余地呢？赶尽杀绝，
有可能适得其反呐，娘娘。可这样一来，天下人都会认为陛下太软弱，辖制不住长陵王府。哀家可听说，军中之人最容易只认主帅，不认主君。若是因此愈加骄横，兄长还如何另立北境旗号？娘娘，人心是可以操控的，民间也好，军中也罢，天下人所知道的事情，不就是我们告诉给他们的吗？这件事情，不管就理如何，表面上只能有一种说法，那就是老王爷薨毕，陛下特赦怀化将军的罪行，这样就会让人觉得皇家恩宽，小人也不必多言。若是兄长觉得合适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二公子，外面许多宗室朝臣前来吊唁。表舅来了。内阁首辅荀大人前来吊唁。怀化将军，此时此地有些不太合适，但下官还是以为，老王爷英灵在天，也还是想要知道最后的结果的。你说吧。
陛下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完全是出于仁厚。想到将军父孝在身，所以有些罪名他也不想加重了。至于解除长林军的编制，完全是出于日后朝廷方便掌握军务而已。既然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么对天下就应该有个交代。老夫以为这样最好，双方各退一步，一不起波澜，二不见血光，对陛下最为有利。将军可以为然。从此之后，这世间再无长林之名。长林老王爷生前说过呢，这世上没有千秋万代、一成不变的事情。将军原本有远离朝堂、扶灵北上的想法，又何必如此心存执念呢？能如此了断也好，就请荀首府日后专心专意辅佐陛下吧。对你而言，鹬蚌相争，才能渔翁得利。如今萧庭生死了，他的儿子毫无争斗之心。如若长陵王府退出金陵朝局，你对荀白水的用处就不大了。萧元石尚未长成，如今你的头上再也没有长陵王府的人压着，正是大展身手、一飞冲天的好机会，不是吗？表舅千里迢迢来到金陵，想必是有什么建议。这是大梁距离东海最近的10个州府，你想干什么？我需要大梁东晋10个州府的边防细节，例如城防图、兵力配置、将领的情况，以及后援补给，总之，所有的细节。我凭什么给你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既然敢开这个口，
自然有你值得去做的好处。我不明白，大梁对东海虽然一直邦交不错，但总难免有身为上国的傲慢。既然遇到了难得的机会，大禹可以动手，东海为何不行？平清虽然嘴上没说，但我知道，这次离开京城，他应该再也不想回来了。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悲伤，总归是有限的。不过短短数年之间，父兄皆已不在了。这偌大的王府，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呢？林夕妹妹，你去陪陪他吧。他现在这样一个人憋着，什么也不说，总是不行的。父王不在了，平常也走了，也许只有你能让他说出一些心里话。我不管表舅心里怎么想，我萧元启终究是大梁的人，不通敌叛国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你为什么不等我把话全部说完，然后再设置你自己的底线？换句话说，你是真的不想听，还是怕有所动摇不敢听呢？还是请表舅尽快离开吧，最好是当自己从来没有来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我一直瞒着你，不敢告诉你老王爷的病情。不，其实是我在躲着你。是我自己不敢问。李信，大哥那件事，我是世上最没有资格责怪你的人，你也没有亏欠我什么，所以你用不着对我这么好，这么有耐心。是吗？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那你为什么连抬头看我一眼都没有办法做到呢？
平姐，大家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你，连萌姐姐都原谅我了，你为什么还是无法原谅我呢？我没有。你的理智告诉你，指责我是不公平的，可是心头的怒火就是不肯平息，是吗？你回答我，平姐，你回答我就等于回答了你自己。为什么就是不肯放下呢？因为你太残忍。你做的事对我太残忍了。平姐，继续说吧，把你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大哥明明知道，他比我更值得活下去。无论是对长烈王府，还是父王和大嫂，如果今天是大哥在的话，父王绝对不会这么快就走。北京、京城，一切的一切会比现在更好。平姐，平姐，别这样，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再怎么思念他，他也不可能回来了。我一直都不相信，那是大哥做的决定。他那么聪明，那么周全的人，为什么会做这么蠢的决定？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但林夕，如果当初他能再认真的想一想，如果他不那么冲动，如果不是你帮了他，平姐，那是你大哥做的决定，他没有遗憾，直至今天，你都没有让他失望过，包括老王爷，包括萌姐姐，包括北京的万千军力。平姐，放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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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陛下出宫吊唁，走了有大半日了吧？是啊。这么大的风雪，你叔父也不劝劝他，让他早些回来。回禀娘娘，首辅大人并未随驾前往，据说是陛下特意不让同行的。陛下不让他同行？这个孩子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，谁才是全心全意效忠于他的。如此收着，廷长，你若还在，会不会觉得难过？侯爷，长陵王府已经开始准备封府，你要送殡出城的话，现在就得走了。一代长陵，赫赫威名。但只要身为人臣，只要有主君在上，无论多大的功劳，再深的情谊，也不过须臾之间就会被人夺去，化为泡影。
大宝夫，你放弃了本有的机会，难道就从来没有过不甘心吗？陛下，此处虽高，但还是看不见宫墙之外的。我知道。老王爷如今已是英灵在上，当知您拳拳追怀之心。冬日风寒不宜久战，太后娘娘京城已有传言，说老王爷离世之后，大雨数日，至今未停，可谓天地同气。
不知陛下近来心情如何？长林军的编制解除了，小侯爷不会再回甘州了。这次多亏小侯爷的助帮，老夫是不会忘记的。这京城有许多亲贵的差事，只要小侯爷相中了，尽管告诉老夫便是了。虽然有些伤感，但长林王一生戎马，最后归葬梅岭，也算是个结局。梅岭啊！